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对母子却再也没有回来。但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们没有遭遇连环杀手，也没有被绑架。母亲在酒店里面自杀，而年仅6岁的儿子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母亲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儿子很安全，但他永远不会被你们找到。这一天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平淡无奇的。6岁的蒂莫西·皮特曼也和往常一样，和父亲詹姆斯亲吻道别后，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学校。但奇怪的是，没过多久，母亲艾米就赶来学校接他，声称家里有紧急情况，要带走蒂莫西。老师也没有阻拦，让他签了一个字。从监控视频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蒂莫西背着最爱的蜘蛛侠书包，牵着艾米的手就离开了。接下来，这对母子开启了为期3天的旅行。他们先去了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又在水上乐园买了各种糖果和玩具，晚上则在度假村过夜。这可以算得上是失踪前的狂欢了。然而这一切詹姆斯都是不知情的。他去学校接儿子的时候，却被告知已经被妻子接走了。显然家里有紧急情况是个借口。詹姆斯很着急，为何妻子要无缘无故突然带走儿子？他不停地给妻子发短信打电话，但都没有回应。詹姆斯内心知道当时他们的婚姻是出现了问题，但是妻子这么疼爱儿子，绝对不可能伤害他，应该只是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而已，所以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但是到了第2天，妻子还是没有回家，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接下来的就是无尽的等待。上午10点左右，威斯康星州的度假村酒店拍到了这对母子退房的画面。蒂莫西跟在母亲的身边，一切都很正常。在12点到下午1点半之间，艾米终于肯联系家人了。她先是给自己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报平安，声称自己和蒂莫西很安全，没有任何危险。根据手机记录显示，这些电话是从伊利诺伊州斯特林市西北部靠近40号公路打来的。随后，艾米的母亲通知了其他人，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好像艾米马上就会回家一样。然而，艾米下一个电话并没有打给詹姆斯，而是他的哥哥。哥哥得知他们都很安全后，告诉艾米给詹姆斯打个电话，不要让他担心。但艾米的回答让哥哥感到很不安。蒂莫西是我的儿子，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詹姆斯得知后，立刻打电话过去，但又无人接通。不过这一通电话也暂时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到了晚上7点25分，伊利诺伊州温尼贝格的一家杂货店拍到了艾米的身影。他买了一支笔、信纸和信封，不过蒂莫西并没有跟在他身边。晚上8点，他又独自出现在食品店。晚上11点15分，他住进了一家名叫罗克福的汽车旅馆。第2天中午，保健人员进屋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了艾米的尸体，死于割腕和割颈。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在床底找到了带血的美工刀，在房间里还发现了蒂莫西的儿童身份证以及一瓶吃了大半的抗组胺药，这是一种治疗儿童咳嗽感冒的药物。除此之外，艾米还留下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汽车旅馆的工作人员的，上面写着他很抱歉要麻烦他们做清理工作。而在另外一封信当中，他透露蒂莫西在某个人的照顾下很安全，但是你们谁也别想找到他。第2天，2名警察脸色阴沉，敲开了詹姆斯家的门。詹姆斯还以为他们找到妻子和儿子了，很高兴。然而真相却是妻子自杀，儿子失踪。詹姆斯惊呆了，明明昨天还听到他们的消息啊！不过让调查人员心存一丝希望的是，在汽车旅馆里面没有发现蒂莫西的背包，也没有发现艾米给他买的新玩具，很像是蒂莫西连同这些玩具一起被送走了。如果是单纯的谋杀，没必要拿上这些东西。接下来，各地的警方开始进行地毯式搜查。很快，他们发现了艾米的车。这辆车看着很脏，车身下面都是杂草。根据技术人员的取证，蒂莫西的后座上发现了许多血迹，但家人提到这些血可能是之前蒂莫西在车里流鼻血的痕迹，而艾米自杀用的刀上只有他自己的血迹。几名侦探根据从通讯数据、监控视频、生命的最后3天，使用手机数据和公路电子收费记录 iPass 中拼凑出了这对母子进行了跨越500英里的旅行，包括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6个县。他们在2个水上公园和一个动物园逗留了许久。在媒体的宣传之下，蒂莫西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和电视台，在这500英里都分发了寻人启事。詹姆斯也出现在当地电视台，恳求所有目击者能够联系他。国家失踪和受虐儿童中心 NCMEC 也将蒂莫西的资料添加到了数据库。很快，许多目击者联系了警方，但都没有下文。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过一嘴，詹姆斯和艾米的婚姻似乎出现了裂缝。其实在外人眼里，这对夫妇很有爱，艾米总是和蔼可亲，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但是说起婚姻时，艾米的情况令人不安。在和詹姆斯结婚之前，她已经离过3次婚了，而且还有抑郁症的病史。艾米一直在寻找生活的真谛，让自己快乐起来，不要这么的情绪化。结婚后1年，艾米怀孕了。蒂莫西的出生让她的生活有了意义，从出生到长大，母子俩形影不离，这让詹姆斯很高兴。母亲的光辉似乎治愈了一切阴霾。然而生活并不可能一帆风顺，艾米的父亲不幸破产，出现了经济危机，他和詹姆斯不得不从家族生意当中抽身，各自寻找新的工作。就在事发的前3年，这对夫妇又出现了感情危机。起因是詹姆斯发现艾米与某人前夫还有联系，甚至还打算趁着詹姆斯周末出城，两人进行约会。为此他们大吵了一架。詹姆斯表示，如果你要和那个人在一起，那我们就离婚，但我会想办法得到儿子的监护权。没想到最后这句话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艾米深受打击，因为他有过抑郁症的病史，很有可能法官就会把监护权判给詹姆斯。于是这次离婚的闹剧就不了了之了。可能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艾米就开始盘算着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她的宝贝儿子绝对不可能拱手让人。8年过去了，蒂莫西依然不明下落，就连他的所有的衣服、蜘蛛侠背包、玩具也都没有了踪迹。正因如此，詹姆斯坚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毕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然而奇迹似乎发生了，在肯塔基州的纽波特市，有一个妇女发现了俄亥俄河面上有一个流浪汉，他很瘦，走路摇摇晃晃，询问这位妇女能不能帮助他回家，自己的名字就叫做蒂莫西。警方很激动，全国各大媒体都赶到纽波特市争相报道，失踪8年之久的蒂莫西竟然还活着。但是詹姆斯见过各式各样的骗局，他对此表示怀疑。这个所谓的蒂莫西说出的细节都是新闻里面报道过的，一些私人细节一概不知。而且更可疑的是，他拒绝进行指纹配对。果然詹姆斯的怀疑是正确的， DNA 不符，眼前的这个男子是23岁的布莱恩·里尼，有精神病史。他这么做是因为想要有一个詹姆斯那样的父亲。最终布莱恩因身份盗窃罪被判处2年监禁。虽然嘴上说着怀疑，但是詹姆斯的内心还是充满期待。然而这个冒名顶替者的出现又让他再次跌入谷底。多家媒体坚持蹲守在他家门外，而詹姆斯却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面，避而不见。截止到目前为止，蒂莫西已经失踪了10年了。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根据小时候的照片，大致复原了16岁蒂莫西该有的样子，有助于辨别这名失踪的男孩。而艾米的兄弟姐妹们推测，自杀可能是他计划了很久的事情，但艾米不想儿子生活在母亲自杀的阴影之下，按照他的方式，可能是把蒂莫西交给了某个信任的家庭照顾。而詹姆斯依然相信蒂莫西还活着，早晚有一天会回家团聚。他认为蒂莫西很有可能被带到了看不见这类新闻报道的偏远地区，比如别的国家。可能有许多小伙伴和我想的一样，但很难说出来，觉得太残忍了。确实，这一系列过程听着完全像是艾米想要自杀，但不想把儿子让给丈夫，于是要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自己这么做，蒂莫西也不会活在母亲自杀的阴影之下。在死之前，艾米带他度过了快乐的时光，这是在给这个年轻的生命画上了最美好的结局，真的是太可悲了。听听这些自私的发言，如果我不能拥有他，那没有人有资格了。归根到底，艾米的思想很扭曲，她认为自己对于儿子的爱高过了一切，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失去的不仅仅是母爱，可能还是一整个童年。希望蒂莫西能够被早日找到，这些奇葩的失踪案件都可以被破解。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